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80岁前必须知道的身体变化》这本书。马上进入今天的内容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80岁以后，身体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；第二，接受衰老并继续生活的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80岁以后，身体会发生这样的变化。首先有一件事必须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那就是80岁是一个需要学会接受衰老的阶段。很多人年轻时总觉得，只要努力运动、认真保养、坚持学习，就能够一直维持年轻状态。但事实上，当年龄超过80岁之后，人体会逐渐进入一个无法违抗自然规律的时期。比如，患上失智症的人会明显增加，癌症的发病率也会不断上升，需要长期护理的人数更是会急剧增加。即使平时一直坚持读书、动脑、学习的人，也依然可能出现健忘、反应变慢、记忆力下降。有些人甚至会因为轻微脑梗塞、小中风、平衡感下降，而开始变得难以行走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再怎么努力，随着老化进行，人终究会出现无法恢复的部分。这一点，其实谁都无法逃避。因此，真正重要的，不是拼命对抗衰老，而是学会如何与衰老共处。很多人一听到老了，内心就会充满抗拒。但作者认为，其实接受衰老并不等于放弃人生。相反的，真正懂得接受衰老的人，往往活得更加轻松、更加幸福。例如，耳朵听不清了，那就使用助听器。现在的助听设备已经非常先进，不但声音自然，而且体积也越来越轻巧。走路不稳了，那就使用拐杖。很多人觉得，拿拐杖是不是代表自己老了？但事实上，能够借助工具继续自由行动的人，才是真正聪明的人。因为一旦害怕丢面子，强撑着不用辅助工具，结果跌倒骨折，反而可能从此卧床不起。此外，很多高龄者都会出现频繁跑厕所的问题，这时也不需要过度羞耻。如今的成人尿布性能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，不仅轻便透气，而且吸收性能极强，即使长时间外出，也不会影响行动自由。很多老年人正因为善用了这些工具，才能继续旅行、购物、外出聚餐。因此，作者强调，年纪越大，越要学会借助工具生活，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做不到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但如果每天只是唉声叹气，感叹自己老了，不断沉浸在失落里，人就会越来越失去活力。幸运的是，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大量帮助高龄者生活的便利工具，只要愿意灵活利用，生活质量其实能够获得巨大改善。所以，作者提出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：大方地借助工具的力量生活，这才是幸福晚年的秘诀。因此，80岁以后最重要的第一步，不是逞强，而是接受自己正在变老这件事。上了年纪之后，身体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？首先需要知道的是，年纪越大，身体越容易受到药物副作用影响。然而，日本却存在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，那就是年纪越大的人，吃的药反而越多。高龄者往往降压药、降胆固醇药、安眠药、糖尿病药、胃药，一吃就是好几种。但问题在于，高龄者的身体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能够轻松代谢药物。作者引用美国的一项调查指出，高血压患者在60多岁时服药，确实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。但是当年龄来到80岁以上后，药物带来的好处却会逐渐被副作用带来的风险抵消，结果最终死亡率并没有明显下降。换句话说，对8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药物未必像年轻时那样有效。尤其需要特别警惕的是，多种药物同时服用，药越多副作用越容易叠加，最后可能引发意识混乱、谵妄、暂时性认知障碍、判断力下降。很多人以为谵妄只有全身麻醉后才会发生，但实际上，高龄者即使只是吃药，也可能出现类似症状，而且药物副作用特别容易影响大脑。因此，请一定记住，年纪越大，越容易因为药物而出现意识障碍。身体机能真的会突然崩坏吗？很多人一谈到80岁，脑海中立刻浮现
行动迟缓，站不起来，走不动路，整天卧床。但作者表示，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。接下来，我们以步行能力为例，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，79岁时能够正常行走的人超过85%，而1980年，这个数字只有75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现代高龄者的身体状态其实比过去明显更好了。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营养状态改善了。过去很多老年人年轻时生活贫困，在成长时期蛋白质不足，营养摄取不够，身体基础较差，因此老化速度更快。而现在的人饮食更丰富，蛋白质摄取更多，医疗条件更完善，因此到了高龄阶段，身体状态也会比过去更好。所以作者认为，对步行能力其实不需要过度悲观。此外，即使身体机能下降，人也不会立刻变得衰弱不堪。例如，即使体内水分减少，即使肌肉量减少30%，很多人依然能够正常生活。虽然心脏功能会下降，肺活量会变小，体力会不如年轻时，但通常还不至于稍微走几步就无法呼吸，完全无法活动，甚至连大脑功能也不会因为到了80岁就突然全面崩溃。作者特别强调，很多人对老化存在过度恐惧，总觉得人一老马上就会变得又弱又糟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高龄者依然能够自己行动，自己思考，自己生活，享受人生。因此，真正没必要的是对衰老过度焦虑。衰老虽然无法避免，但只要不慌张、不恐惧、不焦躁，以平常心去面对，人生依然能够过得安稳而幸福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接受衰老并继续生活的诀窍。这里将为大家介绍一边接受衰老，一边积极生活下去的5个习惯。只要有意识地实践这些习惯，就能够不过度勉强自己，更轻松、更充实地度过每一天。习惯一，意识到很多人是因癌症而去世。降低胆固醇主要是为了预防心肌梗塞，降低血压则主要是为了预防脑卒中。因此，医生往往只要发现数值稍微超过标准，就会开出很多药物。但是在日本，大部分人的死因其实是癌症。也就是说，与欧美相比，在日本比起心肌梗塞和脑卒中，更应该重视的是对癌症的预防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为了过度限制胆固醇、减少盐分摄取，而勉强自己吃难吃的东西呢？结果反而会让免疫力下降，积累压力，更容易形成容易患癌的身体状态。其实是改善营养状态，提高免疫力。因此必须注意多种药物同时服用的问题，饮食内容是否合理。习惯2，保持生活动力。我们追求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延长寿命，只是维持呼吸，像活死人一样活着，并不是人真正想要的人生。为了健康而快乐的活着，最重要的是持续保持想做事情的动力。产生抑郁的大脑部位是前额叶，而前额叶在接触未知事物时会变得最活跃。也就是说，增加新的体验就是保持年轻的秘诀。不过，并不需要什么夸张的大挑战，真正重要的是尝试一点和平时不同的事情。例如，不去平常那家店，而是尝试没进去过的店，不论是拉面还是披萨，去新的店里尝试看看。如果是排长队的店，也可以故意去排队，看看它为什么受欢迎。如果很好吃，那是开心的新发现；如果不合口味，也能再次确认果然还是平常那家最好。这些经验本身就很有价值，因为不论成功还是失败，都会作为新的体验刺激前额叶。相反的，忍耐讨厌的事情，勉强自己做不想做的事，都会给前额叶带来巨大压力，并加速老化。所以作者建议尽量减少压力，今后的人生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做，不需要再一味忍耐，只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也没关系。尤其进入80岁以后，每天有意识地增加新的体验，不再忍受讨厌的事情，这才是激活前额叶，保持年轻，度过充实晚年的秘诀。习惯3，重新审视缺乏证据的治疗。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死亡，无论什么治疗，追根究底，其实都属于延命治疗。例如，药物确实让胆固醇数值下降了，
但是，那些数值下降的人，后来究竟怎么样了？其实并没有被认真调查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把数字调整回正常值，也并不代表疾病真的治好了，或者寿命一定会延长。因此，作者认为，是否完全照医生说的做，其实未必那么绝对。为了那一点也许能稍微延长寿命的可能性，不断忍耐、压抑自己的活着，这样的生活，真的幸福吗？相反的，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至少现在是能够真实感到满足的。很多人在被宣告癌症余命、进入缓和医疗后，医生反而会说，现在想吃什么都可以，想做什么也可以，因为停止了延命治疗，人才终于获得了自由。既然如此，是否也可以在更年轻、更健康的时候，就提前选择自由的活着这种人生方式呢？作者表示，他自己也会选择这样的活法。习惯4，把今天还能做到的事，变成明天也能继续做到。进入80岁之后，身体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，那就是不使用的功能会以惊人的速度衰退。年轻时，我们即使长时间不运动，身体也能够很快恢复，但高龄之后，身体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强大的恢复力，因此不用本身就是一种退化。例如，如果长期不走路，腿部肌肉就会迅速流失，平衡感也会开始下降，慢慢的走路变慢，容易跌倒，上下楼梯困难，出门次数减少，最后甚至可能连独自外出都变得困难。很多高龄者并不是因为生了什么严重疾病而卧床，而是因为越来越不活动，结果身体功能一点点退化，最终失去了行动能力。同样的，如果长期不动脑，人也会越来越健忘，因为大脑和肌肉一样，越使用越能维持功能。反之，如果每天只是看电视发呆，躺着休息，不与人交流，不思考新事物，前额叶和记忆功能就会逐渐退化，最后反应变慢，判断力下降，记忆力减弱，甚至提高失智症风险。因此，作者提醒大家，80岁以后，最危险的事情，其实是什么都不做。很多人退休后觉得，终于可以轻松了，于是，不再工作，不再学习，不再运动，不再接触社会，每天只是待在家里，看起来很舒服，但实际上，这种完全停止活动的生活，正是老化加速的开始。所以作者提出，要始终保持现役的状态。这里的现役，并不是一定要继续拼命工作赚钱，而是继续保持自己还能做到事情的生活方式。例如，现在还能开车的话，就不要因为年纪大了而立刻放弃驾驶。当然，前提是安全驾驶能力还存在，因为开车这件事需要判断力，需要专注力，需要空间感知，需要身体协调，其实对大脑是很好的刺激。一旦完全停止驾驶，很多功能反而会更快退化。同样的，如果现在还能做饭，那就尽量继续自己做饭，因为做饭并不只是准备食物，它其实同时锻炼了记忆力、手部协调、计划能力、判断能力，还能够增加生活中的成就感。此外，像是自己买菜、自己整理房间、自己洗衣服、自己安排行程，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，其实都在维持作为一个独立生活的人的能力。一旦什么都交给别人，身体与大脑就会越来越懒得运作。作者特别强调，老化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停止使用身体与大脑之后，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结果。因此，真正能够延缓衰老的关键，并不是什么神奇保健品，也不只是医疗技术，而是一直保持我还想继续做到的心态。这种心态会让人持续行动，会让人愿意出门，愿意学习，愿意尝试，愿意活动身体。而只要人还持续活动，身体与大脑就会继续维持运转。作者认为，人一旦觉得反正我已经老了，老化就会立刻开始加速。相反的，即使到了80岁，依然抱着这个我还做得到，那个我还想挑战，我还想继续尝试，这样的想法，人就能够长时间保持活力。所以，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年龄数字本身，而是你是否还愿意继续作为现役活下去。
习惯5，注意自己的外表。你是不是会因为没有外出计划，就整天穿着睡衣或家居服懒散度日呢？如果长期过这种生活，大脑会缺乏刺激，前额叶功能会进一步衰退。想改变这种状态，作者推荐的方法是好好打扮自己。当你在镜子里看到更年轻、更精神、更有活力的自己时，心情自然会变得高昂，背也会挺直，表情也会不知不觉变得明亮起来。然后人就会开始产生想出去走走的念头。日本社会其实有一种风气，对通过美容让自己变年轻抱有排斥感。很多人认为顺其自然的老去才是美德，但作者认为这种贬低年轻化的氛围并不好。作为研究抗衰老医学的人，作者甚至会觉得想让自己变年轻到底有什么不好呢？例如头发稀少了可以植发，在意皱纹的话好好护理肌肤头发，在认真打扮后出门看看吧。甚至还有研究发现，给住院中的高龄女性化妆后，她们会明显变得更有精神，恢复速度也会变快。也就是说，注重外表不只是让外貌变年轻，连内心都会一起变得更有活力。幸福感才是真正的健康。过去的人认为长寿本身就是目标，但如今越来越多人认为比起活得久，更重要的是有精神的活着。那么所谓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？大概会让人想到心态积极，经常欢笑，喜欢聊天，吃饭吃得像腿脚有力。归根结底，能感受到幸福才是健康的本质。年纪越大之后，衡量健康的标准就不再只是检查数据或身体障碍的程度，而是自己是否还能感受到幸福。即使腿脚不方便，坐着轮椅，还能四处出门，还能享受生活。如果本人觉得幸福，那就已经很好了。即使卧床，甚至患上认知症，还能和别人交流，还能开心地吃喜欢的点心，并且感受到幸福地活着，那样也完全没问题。80代是享受人生的阶段，不要过度害怕身体变化，请好好的、精神饱满地度过每一天，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珍惜现在活着的这一刻。与其总想着我已经做不到什么了，不如接受衰老，然后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我还能做到，那个我也还能做到，这样的人生会轻松得多。只要意识到今天介绍的这5个习惯，每天都会变得比想象中更加充实。人生后半段其实是属于自己的奖励时间，请一定要让现在的自己继续闪闪发光地活下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